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Aeroshell 的频道。今天呢，我非常开心，请到了我们在 YouTube 上认识的好朋友阿眠，欢迎阿眠。我是阿眠。我跟阿眠呢是通过 YouTube 认识的，然后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呢，阿眠呢他是在洛杉矶住的，现在是 Fire 一族。我今天专门邀请阿眠过来跟我们说一说他自己的人生，还有他的投资情况，还有他是怎么达到财富自由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阿眠，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还有你做的什么工作好吗？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眠。那我现在呢是居住在洛杉矶东边的一个城市，然后我正职呢是一名护士，就是我在提早退休不工作之前呢都是一名护士。然后我大概是16岁的时候来的美国，在这边高中毕业，然后再读本科，然后本科我是读商学院毕业的。读完商了之后工作了1年多一点，然后就觉得不太适合我这个性格，然后当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觉得护士可能是更适合我的职业，我也很向往那医疗行业，所以呢我就去抛下我本科的所有包袱，然后去重新修了 prerequisite， 然后考进了 nursing 的 master program， 然后最后毕业了之后呢，就是在医院工作了大概3年左右的时间。这3年呢，反正也是积攒了一些本金吧，然后也学到了一些人情世故也好，理财方面的知识也好，然后最后是在去年的时候，我是卖掉了一套房子，然后买了一套房子，然后最后就交易了大概是4套房子，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靠收租生活这样子，然后 cover 我日常的开销，然后成为年轻退休的一族。我特别想要当一个包租婆，那个是一个梦想。嘿，我正在剪辑这一段，然后突然间想 answer 一段，就是我最近这2天学到的，今年这个退休的这个族还是特别火热的，我们叫 YOLO 一族，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这个群。我在看那个朋友发给我的 New York Times， 他们说那个今年就是 The Rise of YOLO Economy， You Only Live Once 这个火热的潮流今年特别火，就是他说就通常就是对我们这种就是属于 burn out exhausted millennial knowledge workers who are quitting their jobs in search of adventures and fulfillment， 就很像我。然后那个 New York Times 说 study have shown more than 40% of workers are considering changing jobs this year。我也包括在里面。我们回到阿眠的访谈。阿眠，你说你是现在住在洛杉矶对吧？洛杉矶东部的一个城市，我以前是住在 LA County， 就是比较偏市中心，然后比较繁华的地方。但是后来因为为了实现财富自由嘛，那首先我要开源节流嘛，然后我就选择说我住的地方太贵了，然后我必须要削减这方面的开销，然后我就换了房子，然后搬到了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现在这边什么都在发展，我估计在未来的几年内，这边的房子会升值的很好，而且我搬到这边，我的 cost of living 也变低了。然后帮助我更好的、更快的提前退休。这个选择不错，我也是这样做的，对吧？想问一下，那个你说你是高中的时候来的美国，对吧？对，就是我在内读完高2的时候过来的。国内大家都知道就是应试嘛，应试教育，所以我们高2呢就把整个高3的那个课本就是教材什么都学完了，然后整个高3都是用来复习和培训高考的，基本上每高中都是这样子。估计就是重点高中尤其是会这样子，所以我就2年之后呢，我就把高中的那个课本全部学完了。那个时候我妈就说你对未来的规划怎么样，然后我想都没想，我就说反正我学完了，我觉得我出国会更好一些，因为我在国内属于就是英文考试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不发展我这个优势，然后我就说那我就是自己申请，然后自己出来。哇，那这个很厉害呀，那么小就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还自己申请。没有，其实这里有一个比较小的契机，就是那个时候我特别想逃离家里，因为我家是属于那种就是管得特别严，然后出去跟朋友玩啊，或者是唱 K 啊，什么都不允许的。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家过，然后特别想试一下，就是我离开家，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国外自己生活是否能够独当一面。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决定说，怎么样忽悠我妈让我出国，然后我就把我妈忽悠成功了，就说啊，我在国外肯定会生活的很好的，英文是我的优势，怎么样，然后就说服她出来了。然后你还是很有想法的，那时候你才10几吧，10几岁啊？16不到。哇，那你已经很有想法了。我那个时候只知道要读书，不知道任何这些想法。对，所以其实我想不让我妈管，不让你妈管。我听到的旁边认识的朋友，就是来美国，不管是读高中还是读大学，大部分都是因为家里人想让他们出来，然后会帮他们选好一条路，帮他们选好学校也好啊，或者是专业也好。所以你说你是自己找的学校和想发展的路线吗？
对，我那个时候呢是，我家里人本来就是想让我出国的，但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在国内考完高考之后，再用高考的成绩加 SAT 申请这边，然嗯，后我就有点就等的迫不及待了，然后我说反正都是要出国的，那我现在，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我自己来申请，自己来规划。然后我妈说，那好，那你这个暑假把语言考出来，只要语言考过了，那你证明你自己了，然后我就让你出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把语言考了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哇，很容易啊，对你来说轻而易举。没有没有，那个时候也是上新东方嘛，国内都是哦，上。原来是这样。OK OK。然后你说你本科学完了商学院以后，你觉得那个不适合你，所以你去学了 nurse 的 master，对吧？对，那为什么选择 nurse 的 master 呢？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是纯粹的想转专业，我并没有说一定要学 nurse 的 master，我也可以学 BSN，就是重新修一遍快速的那个本科，1年的时间就可以再学一个 nursing 的本科出来。但是我选择了2年的 master program，完全是因为我家里人希望我要拿一个 master degree。假如没有家里人的这个压力的话，其实我一定会选择 BSN，就是 ABSN 这个 accelerated BSN program，因为它快嘛。在我的理念里面，是我想要做一件事情，那当然我越快达到它，目的是一样的，我干嘛要花更久一点的时间去达成它呢？对不对？所以哦我那时候是迫于家庭的压力才 master program 的。至于哦为什么要学护士呢？这个就是很长的一段故事了，就是基于，OK。我的那个生活状态，还有我对未来的展望，我觉得。商科并不太适合我，因为商科需要很强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能力，sell yourself as a person。像我的话，我是很不太愿意去 social，也没有这个没有自我销售的这种能力吧。经常口胡，然后语言的表达能力也没有特别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不太适合我。我就很想要体验一下，就是救死扶伤的这一片领域的这个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通过身边的朋友嘛，就美国的朋友，他们就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去做护士？就我身边的也确实有学商科的美国朋友，就同事们，他们去学护士了。然后我深入了解了一下，我觉得美国这边对护士的理解跟国内的对护士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就是这边的护士，上班也好，还有在社会的地位也好，都是和国内有很大差距的。我觉得比较适合我吧，因为我的性格就是属于那种，其实我看上去还算是比较柔弱，但是其实我自己的性格是比较刚的。真的是比较刚的性格。然后他们说，其实在美国，护士不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象征，反而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为对病人。对。对，为病人还有为家属，还有和医生之间的沟通，是一个就是非常坚毅，而且非常坚强，非常独立，独当一面的一个存在。所以我觉得，这个既培养了我就是如何变得更加坚强，然后又培养了我如何去增加我的那个怜悯之心，还有我对世界的这个世界观的一些改变。因为我自从做了护士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我看这个世界，还有金钱观也好，感情观也好，人生观也好，家庭观也好，都是给了我很大的那个转变的，而且是往好的那个方面，让我去更加珍惜我当下的每一个时刻。然后很多时候，我以前是一个特别钻牛角尖的人，尤其是学商的时候，每天周围的朋友还有同事就觉得他们都很优秀，然后上司也会给你很大的压力，都是比来比去的这样一个环境，我就很想从那个环境中脱离出来，融入一些比较能给我带来更宽的眼界的一些圈子，就比如说医疗圈，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想的都是我如何去拯救一个人，无论是心理上的、生理上的也好，我如何去帮助一个人，我觉得这方面才是我最想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想要转行的原因。而且转行之后，其实即使我现在不上班了，我并不是讨厌我的工作或者是怎么样，我只是暂时的休息一下，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我的职业的。哇，阿敏，听你这个说完以后，我都觉得我应该要转行当护士了。为什么很多人都这么对。讲？但是其实说实话，我护士并没有很光鲜，其实哦，不是不是还是光鲜，就是我觉得他的 natural calling 跟我很 match，因为我那个对我的工作，我之前就是 before 我们开始录，我说我对我的工作有一定的恨，那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你说的那些商学院的那种人，就旁边都觉得自己很好，然后都对是在尔虞我诈，是我的日对常，我工作的日常。大家的目的不是为了想要给公司省更多的钱，不是为了给公司赚更多的钱，而是如何凸显自己的能耐，然后能让自己能够多涨点工资。这个是我旁边的人95%以上都是这样子，然后让我很不舒服。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护士那个层面，就是完全
跳离了这个世俗的这些金钱的这些东西，而是达到一个精神上的 fulfillment， 就是救死扶伤，我觉得特别伟大。然后我其实以前我没有告诉过别人，但是我以前那个学的 ECE 之前，我有想过要学去当那个狗医生。然后想要就是想要一辈子当狗医生，然后我为什么没有学？是因为那是一个6年的，也是个 master degree， 然后我当时是急着毕业，赶快赚钱，所以我觉得就是暂时先 postpone。然后现在我也考虑过要去，就是去那个狗医院先去做那个 vet technician， 对，那个1个小时只付17块钱，就超级少，但是那个就是也是救死扶伤，但是对狗狗，对我来说也是很喜欢的一个事情，对对对。OK， 我们扯远了，所以我们拉回来就是继续聊，我们想要聊那个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成为 FIRE 一族的，然后还是为什么？我大概是一个契机得了一场病，然后那个病还蛮严重的，大概病了1个月左右。那个时候生病的时候就在想，就是人生太变化莫测了。假如说我未来哪一天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挣钱了，然后我又得了一场大病，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人照顾我的家庭，那我应该何去何从？所以那个时候才突然间觉得，经济独立有多重要，然后有一笔自己的积蓄，然后有被动收入，让我在生病的时候也有钱可以，就是税后收入嘛，也有钱可以收，这样子多好。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认真考虑我手上的这些现金，我这几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钱，我能如何让它钱滚钱，然后我接下来应该如何去规划。因为我以前是月光族嘛，就从来不存钱的那一种，所以我就想当时我应该如何去规划，每个月不要花这么多钱，储存下来一部分，然后加上我原来的本金，如何用它们去投资，让我有被动收入这样子。所以完完全全是从去年才开始的，以至于我觉得我都没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你面对面的接受采访，因为其实我是去年才开始的。对啊，但是你已经现在挺成功的了，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什么的。我当时刚认识阿眠的时候，我也是去阿眠的频道，然后看了你的 video， 关于你是怎么成为现在可以退休的。然后我也是在你的 video 里面听到你才做了1年，然后就已经这么成功了。我当时就有点惊到，然后我想说，人家1年就可以了，我都已经拼了8年了，哇，我才刚刚可以支持。因为我的门槛特别低，我看 Ariel 的那个频道，就是觉得啊，又有房车，然后又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就是生活水平一点都没有降低，从而达到财富自由。我觉得这样子的财富自由才是就是比较高境界的财富自由。像我现在的财富自由就是比较低境界的门槛入门级的这种境界，因为我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把自己的 focus 放在我如何把我的被动收入高于我现在支出。就可以了，无非就是开源节流嘛。那我没办法很快的开源，因为我积累本金就这么多，然后就1年的时间，我把它拿去投资房产，然后它给我产生的这些收入现在已经 maximize 了。所以我如何去提早退休呢？就是只能从我的开支上面节省了。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开支最大头的住啊、食啊，然后行啊这些我都有意识的去削减了，而且真的是就是控制了自己的购物欲、消费欲。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我现在有个蜕变的过程，就是我现在一点都没有那种购物的欲望，就是对物质没有什么追求了。就今天你要我去逛街，想买一个什么东西，其实你给我一大笔钱，我也不知道我想买什么。我都宁愿把这笔钱存下来，就是1年的时间，我真的这1年可能是经历了一些事情，而且是比较大的事情，让我整一个消费观还有人生观、金钱观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以前我有1000块钱、5000块钱，我一定花光，就是你给我多少钱，我都觉得有地方可以花。想要去追寻一些就是比较虚无缥缈的东西，比如说我想开一辆好车啊，然后我想就是经常去吃一顿好的，然后享受一下那个就是餐厅的氛围。其实说真的，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中餐也挺好吃的，为什么要花几百块钱去出入那种很贵的那种米其林的那种西餐厅？其实也吃完之后觉得那种饱腹感跟吃中餐的能一样吗？其实不一样。对，吃不饱。对，吃不饱，而且说真的也没有那么好吃，因为咱们还是的，我非常同意。我就是通过1年的时间，不断的削减自己的开支，然后做一个极简主义者，加上我的一些被动收入超过了我的支出，这样子达到财富自由的。所以并不是说过的那个生活有多么逍遥自在，多么享受，但是目前为止就是只能说比较自由的一个状态，但是不是特别潇洒的一个状态。没有啊，我觉得你过的生活就是挺舒服的一个状态的呀，你也没有逼自己去让自己难受的去做出什么 sacrifice， 对吧？对，主要是自己有那一种消费的欲望了，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我觉得就已经很好了。对对对，我也是跟你一模一样的蜕变的，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以前那个你看过我以前很久以前的 YouTube 都是我有包的，
对，我有然后我是以前有超大的欲望想要买包，然后就想要买点名牌包，尤其是我24到28这几年，就是我就特别想要有一些名牌包，然后有了名牌包以后，我又觉得还有别的东西，比如名牌的耳环啊、首饰啊、鞋子对啊、衣服啊，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对东西没完没了了，我要有多对少钱才能够全部都买名牌，而且我就算都买名牌，我有什么意义呢？第一是我又不是很漂亮，然后我也不是很会化妆，而且我也不是很愿意去显摆，我不愿意出去跟别人去就是显摆这些东西，对我就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尤其是我觉得我这一年就是购物欲从以前算是去年30岁左右的时候购物欲算是能够如果达到90%的话，现在购物欲是10%。然后我这一年那个买的衣服不超过5件，而且加起来不超过100块钱，然后我也没有买任何包。我以前是那个我狂想要买包，然后我们家老公老陈他就不让我买，然后他说这东西我完全是被 marketing 和大众洗脑了，然后他说就是完全被人拽着鼻子走，他说只有没有主见，他说我没有主见，然后就被这个推销了，他说我被推销。我以前就跟他因为这个事情也吵过，然后最后我们两个达到一个共同的 agreement 是我要一年买一个大牌包。然后一年买包加上我不管买什么其他的穿的用的，反正加起来不要超过1万，这是我们的之间的 agreement。然后以前呢，我是非常的压制自己才能够待在1万以下，现在呢，I don't even have to try，我就只花了100多去年，对。然后我的包呢，他们全部都已经进了自己所有的储藏袋，然后有一些还没有放到储藏袋的都在积灰，积灰到我都心疼，然后把它放到储藏袋里面去。现在就看着我的一整个那个衣柜上面的包，我就看一圈都是包，然后我在想。哇，我一年买一个，我也能买这么多包啊！就是有一些是那个朋友看我就是特别想要买包，然后可怜，所以用各种办法送给我的。对，然后所以我就有挺多包的，然后现在就我都没有什么兴趣了，然后我一点都不想要买新的包啊，或者是就是任何外面要穿的东西我都没有兴趣，我们都不是很愿意化妆，反正我不知道别的女生是怎么样，本人是觉得化妆挺累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也觉得那个。对啊，对。我觉得你好厉害，就是你很努力，你真的很对得起你的观众，就是你每一次录视频的时候，你都很漂亮的出来，然后画的很漂亮。然后我是那个我从来都不画，然后我的那个我的视频有可能会看起来像是有画，那是因为我在用一个软件，就是我可以完全素颜，让它看起来像是画了一样。我之后推荐给你，对，会省你很多时间，你会很感谢。对对对，anyway 我们聊远了，就是说就是那个这叫什么节流对吧？就是要少花一点，然后就是没有必要花的钱，就是为了要去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就像你说的。不能一味的去迎合大众，而且我觉得这个消费观跟我们现在身处的很多刚毕业的这些白领朋友们，是因为他们总是身处在一个非常攀比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不像我是当护士之后，真的觉得我护士不可能背个名牌包去医院沾那种各种各样的细菌嘛，对吧？就是自从当完护士之后就觉得，哎，我为什么要买这些就没必要，然后衣服也是，就大家都是穿那个医院的制服上班，然后周围人也从来不攀比，就是我的多护士朋友，就是他们都是那种就你别看他们就特别朴素，然后就开一辆就是非常普通的像Honda Toyota，但是他们都有好几栋房子那一种，就是他们真的是过得特别朴素，然后然后人也特别的善良，就是说话也是那种有条有理、有依有据，然后他们身上那种气质就是我特别崇拜的，就是远离尘嚣，然后自己又很有底气，然后又不攀比。然后我逐渐在这种耳濡目染的情况下，就自己也变成那样子的人了。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大部分时间我们只要是在办公室工作，一般同事，尤其是女同事之间，都会看一下，哎，你今天穿的什么衣服、什么鞋、什么包，所以这个难免会有一些攀比。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尽量自己要有第一，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很多人就像我当初是根本没有意识的，我不觉得我奢侈，我也不觉得我攀比，我觉得我就是这个正常的爱美的小朋友。以前是这样，第一要有自己的意识，第二你再去通过这个意识再去克服周围的这些不良氛围，然后第三你才会做出非常超我、非常有正能量，然后就是正确人生观、金钱观的一些选择，你才可以做出这些选择。对，我觉得你说的完全说到点上了。我觉得我这一年这个消费欲能降到这么低，也是因为没有攀比了。我以前也是不觉得自己在攀比，但是现在想想确实是有那个心在，因为尤其是我在美国还好。美国尤其是我是做那个科技行业的，所以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女生，然后就算有女生也是不懂什么 fashion 啊，什么都不懂，他们就没有什么好攀比。但是每一次我有我的一个大的 team 在上海，我一去上海我就完蛋，我去我们的办公楼里面，哇，这些女生真的是我都不知道怎么 describe， 就每个人都是就是最起码一个 Chanel 一个 Dior 啊，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在背，对，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如果我不背上我的 Chanel，我都对不起他们。
会有那种感觉。这是国内的一个毛病，就是大家尤其是北上广的女生就是很喜欢追逐这些。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当你自我修炼到一定程度之后，你远离这种尘嚣，你自己境界得到提升之后，你是会无视他们背的包还有穿的鞋这些东西的，你反而会觉得挺替他们可惜的，就是在这么好年纪。是吧？然后把钱都花在了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上，明明是可以更快的积累财富，然后脱离这种就是北上广打拼漂流的这种现状的，但是偏偏依于自己的虚荣去享受这些奢侈品，之后你回过头看的话是会很后悔的。就像我回过头看我25岁的自己，我真的很想就煽醒自己，你知道，很想煽醒自己当初为什么不早一点存钱。我现在也是，就是觉得我这几年浪费在这些东西上面的钱太多了。如果这些钱都拿去投资，我又能更高的那个回报了。现在，对啊，刚刚安源你说了你的节流，然后和开源路程，那你最近这一年你都投了点什么？有没有什么一些给大家理财的建议？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是去年我也跟大家讲，就是我投了房产比较多。我的建议就是，现在的房价已经特别高了。就我当时入场的时候，门槛是高的，因为其实今年的情况跟08年的那个情况特别不一样，很多人就很怕房市像08年那样子崩。但是08年是因为次贷危机嘛，因为那个时候贷款太容易了，就是不查贷的，不查你的工作，零首付随便贷。但是现在就是他查的特别特别的严，就是即使我是护士，然后收入特别稳定，他都要 close 的前一天还要看我的工资单，然后特别特别的严。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没有什么危机了，就是房价涨呢，它会一直涨。那我现在是不会再追房地产了，就是不会再买了。第一是因为真的高的买不起了，然后第二就是因为买房子你需要一定的工作累积，而且像我现在没有工作收入，只能做那个不查收入的贷款，那你就需要更多的存款，加上你需要付更多的 broker fee，对我来说就作为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说呢是没那么合算了，所以我现在。除了房产投资呢，我就把一部分的资金呢就放到了股市里面，在股市大家可能就觉得我股市赚到了很多钱，但是不是的，就是其实我这几些年来做过创业，然后就小生意，然后也做过就买过房子，做过出租的那个租赁，然后也做过股票什么的，就是这些投资都有赚有赔，然后赔的最多呢大概就是股市了。所以我现在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假如你是一个白领，然后你没有时间看盘，然后你对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懂，然后你天生的性格不是那种很耐得住性子的人，自己的欲望也比较就比较贪婪一点的，像这种很难收住手的人来说呢，你就最好不要去碰股市，然后就只是买一些指数基金定投，然后稳定一点，然后不要去看别人有什么翻倍的那些经历啊什么的，这样子你之后会亏得很惨。就是当初我入股市的时候是有赚的，然后也赚挺多的，亏钱都是因为赚钱起嘛，所以后来呢我就把连自己赚的，然后加上本金都亏进去了，所以也是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吧。但是我觉得现在还年轻，所以把我自己的例子这样子毫无保留的给大家拿出来拿出来就是当例子来讲的话，我觉得对大家今后的投资也有很大的帮助，就是一定建议大家一定要保守。就是你宁可只赚6%到8%的标普SP500的这种每年的年化收益，你也不要去求什么一夜暴富，然后去翻倍，这样子你可能血本无归。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的建议吧，就尽量去，还是那句话，就避免周围的一些诱惑，一定要做到自己就是境界，还有就是清心寡欲一点。我就是境界还不够，然后不够清心寡欲，然后就刚开始玩股票觉得挣了钱，然后就去追涨杀跌，然后最后就亏得很严重，就是所以我觉得还是鸡蛋还是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就比如说你今天但凡我要是有钱，然后全部都放在了股市里面，那我今天就可能不能退休了。但是还好，我大部分80%的资产我都放到了那个房市里面，然后最近房市涨得特别好，所以我才没有说就是这么崩盘。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尽量不要去追逐超额的收益，一定要求稳健。因为巴菲特不是说过吗？就是其实很多人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太想要更快的去变富了，没有耐心。其实真正走到最后的人，他们都是最有耐心，想要慢慢变富，能够慢慢变富的这些人。对，我非常非常同意。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也是很有用，因为我最近就是也挺想要，对，就有点浮躁，然后就挺想要快一点赚到钱，就是有点开始骚动了。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要管住我的小手，然后就是还是稳定一点的好。
对，你要拿我的前车之鉴，就是真的，你拿我的例子，就我私下不是跟你讲我亏了多少钱嘛，然后也不是一笔特别小的数目嘛，毕竟我们都是上班，然后辛辛苦苦挣下来的，还交了税，然后存下来的这笔本金，然后亏掉了，是不是？对，会很心痛。对，所以刚才聊了一下那个阿眠的理财的经历和建议，然后我们想问问现在阿眠的被动收入是怎么来的呢？假如有看我的视频的人呢，应该都知道，就是我对被动收入的这个定义吧，还是比较苛刻的。就是我现在被动收入其实有我的出租房，然后还有我的自己创业的那一个项目，然后还有我自己一些像就是流动资产带给我的一些股息也好啊，利息也好。但是呢，我自己就是比较保守，所以我目前为止我只把最稳定的当做我的被动收入，所以真正算作我被动收入的，我只算了我的出租房的收入。因为我出租房呢，就是租客特别好，每个月都是定时交租的，然后我自己打理的，所以我知道，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会续租的，而且即使不续租，然后我的那些出租房都是在比较好的地区，然后比较抢手的地区，随时都可以出租出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还是比较稳定的。小生意的话呢，我是觉得没有很稳定，就是比如说今天可能赚一点，明天也又赔出去了，然后后天又赚回来一点，就是你知道，假如做过生意的就都知道，这是一个 cash flow 的游戏，你可能需要每个月公司要保证正的现金流，这样子你正的现金流才能说就是维持你公司运营下去，但是这不代表这些钱都是你的盈利。懂我的意思吧？所以我就从来把这个收入当做收入或者亏损当做我被动收入的一部分，我就把它剔除了。然后外加上股票流动资产的话，我觉得这些太不稳定了。就是虽然说我那个时候投股票亏了很多钱，然后本金都快亏光了，但是我后来还是有继续下去，因为我觉得就是假如你在一个坑就是摔倒了，你不在原地爬起来的话，你可能就是永远都是一个失败者吧。所以而且我觉得股票股票市场还是可以赚钱的，就是你要求稳的话还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全民投股，然后你的退休金也在股票里面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参与这个游戏。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比较稳的，以稳健的一些投资方式在投我的股票，然后也是以长线投资的眼光去投我的股票。那我现在因为是以长线投资为我的标的的话，那我就不能把我中间的价差或者是我今天的浮盈浮亏，然后算到我的被动收入里面。所以目前为止，我做到了被动收入大部分都是90%都是从我的那个出租房里面出来的，然后10%就是我现在定投的一些股票的红利，比如说我投 SPG，然后 WPC 这些 REITs 给我的每年的3到4次，好像是 quarterly 的那些红利吧，然后这作为我的被动收入。红利的话，我觉得是因为是稳定的，所以可以算。目前为止就这么多。然后因为我开销，就我强调过很多遍嘛，我开销也不是很大，所以基本上我现在的被动收入等于我开销的差不多2倍左右。哦，哇，那已经可以攒下来了，就是可你所有，以攒下来。对啊，对啊，但是你可以攒下更多的钱。不能这么说，因为其实我现在就是大家去看我的那个频道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我最新的那一期我每个月的开销。其实我现在每个月在洛杉矶这边，我的开销才1150，对，假如没记错的话，具体数字是1150。然后我的被动收入是2000多，我每个月我是定投300块钱在我的保险里面的，就是我有投那个指数保险，就是指数保险，你有没有听过 我知 IUL？道，我知道这些东西，对对，就是它会保你的人身险，然后保你的那个 long term care，还有你对那些癌症啊、中风啊这些就是重疾假如你出事了的话，它会赔你一笔钱，然后没出事的话，那你这些钱储存在那个保险里面，也可以每个月每年给你红利，然后你的这些红利就是你的这些利息呢，大概可以 cover 你的保费，也就是说你这样子每个月定投300，等到你18年后，你还是有本金在那里的，然后你本金还多出一点钱，那是你的稍稍的利息，但是这个就是作为自己的一个就是保障，然后也是逼自己每个月拿出300块钱去存下来这样子。对对对，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因为我妈妈就是卖这些保险的产品的，所以我很清楚。对，是吧？对，我有考虑给我妈妈买一个。那你自己可能想要未来再买，对吧？因为现在可能还年轻。对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暂时还行吧。我反正如果我死了的话，我的钱应该也是可以给我妈的，所以她还是会 OK 的。对，被动收入存下一部分，然后一部分开销，然后有盈余的话就继续存下来，然后继续投资。对啊，对啊，你这样子也是会很快的积累起来，你的被动收入会越来越高的。我就是希望哪一天我的房子暴涨了之后，然后把它卖了之后，自己又有一笔本金了。现在本金有点少。你的房子里面就有挺多你的钱的啦，虽然他们现在不是 cash，但是你想要变现的时候都可以变现。反正我现在大部分的钱80%左右都在房子里面。
然后这笔钱我是不打算动的了，我就是不想自己拿出来又东搞搞西搞搞又赔光了，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比较喜欢就比较冲动，比较喜欢就见到什么事情我觉得能做我就一定会去做的这种人。就像我拍 YouTube 频道也是，就是我当时就是突然觉得，哎，我可以做点什么，然后我就去做了。但是过了一阵子，发现自己没时间了，然后又没有做，是这样一个比较随心所欲的一个人。所以我不希望把自己的钱就从房子里面套现出来之后，自己又去东搞搞西搞搞。我觉得房子最大的魅力就是逼着你存钱。存到里面，然后可能过了两三年、3、5年之后，你那个时候对待投资还有对待金钱观又有一个很大幅度的跳升，然后那个时候房子涨到位了，然后你卖掉，然后你再进行一些你自己比较保守或者是有更好的投资标的你可以去投的，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去做这些事情反而会比现在不太懂的东西比较多嘛，很容易受骗，所以比现在要拿出来投资要好很多这样子。对，我超级同意，我觉得我也是应该把更多的钱都投在房子里。我最近也是在看，想要在哪里再买一个投资房。我觉得现在虽然房市涨得猛，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是 affordable 的。对，我觉得也是，自己在看一些，我还是在看 Austin 还是 affordable 的。我对你现在住的地方也很有兴趣，所以 Austin 我会多问问你。我觉得我这边还是非常有潜力的，就是即使在疫情期间到现在，我的房子我是去年买的嘛，然后是今年年底才交房，因为我买的是新房，交房之后就是到现在大概也住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吧。但是从去年7月份开始，就是新房嘛，每一期都会标新的价格，我的房子已经涨了大概快20万了。哇，好厉害啊！对啊，但是房子不是我自己的钱，就是房子的房子的 equity 将来卖的都是你的。希望自己的房子能够继续这样子增值下去了，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市区里面的房子已经不吃香了，大家都在往那个就是扩散性的那个周围，就是像东边呐，还有一些洛杉矶的东南边还有更远一些的地方都有，我觉得大家都在逃离市区，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不过这些都是我真的会考虑的，我会好好问问你的。OK，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的是，对于未来的规划，先聊一下近1到3年的，还有就是远的话，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对未来的规划3到5年的话，我真的是有规划的，就是我希望这3到5年之内，我给自己定下来，就是每个月一定要存下大概，我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吧，就是每个月要逼自己要存下2000块钱，就是虽然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被动收入能让我除去我的开支之后还存下2000块钱，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寻找一些更多的被动收入，比如说我现在也在做视频啊，想还有没有其他开源的方式能够让我挣多一点钱，但其实这个要求也不高，但是基于我现在假如不上班的话，那想要有盈余2000块钱还是需要努力的，那我就是想着每个月定投2000块钱，然后在指数或者是那个就是 REITs 里面这样子攒下一笔，3到5年之后攒下一笔本金也是比较可观的。然后3到5年之后，我的房子假如有每年大概4%到5%的这个增幅的话，那3到5年之后呢，我应该会把它们卖掉，那就重新再去买投资房，或者是拿出来做其他投资。那目前为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3到5年之内我会继续积累，然后3到5年之后我会把这些资产全部都换一下，因为房子它其实增值最高的一个阶段 return 最高的那个阶段其实是在7年左右，所以在5年到7年之间呢，我觉得把房子卖掉然后重新买的话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你房子越老你的维修啊各方面卖的时候可能大家嫌你屋顶太旧啊，空调要换啊，这些大笔费用就会出现了，所以一房子买了5到7年之内卖，你的 return是最高的。我的计划就是这样子的，到时候5年之后会重新对我的资产做一些规划，就比如说可能到时候我把房子全部都卖了，然后定投指数基金也好，然后拿个6%到8%也是能 cover 我大部分的开销，然后还有剩余的，可能到那个时候我的财富自由境界又能有一定的提升吧。这就是我对5年之后的这个规划。然后我最终的梦想生活呢，其实就跟你很像，就是在哪个城市都可以走走停停，然后不需要想着今天我还要去工作，然后去挣这么多钱，存这么多钱，就是一个想走就走，然后想去哪就去哪，想干啥就干啥的这样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吧。我现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状态，因为你去哪里去一个新的城市旅游也好，然后生活也好，我的目标是生活嘛，那生活肯定会有开销，那在一个新的城市开销可能会比我现在的开销大很多，所以我假如现在过那种就是在海外一个全新的城市生活的话呢，可能就是被动收入还是不够，所以我还是离梦想还是差那么一点的。
所以要继续努力。嗯我觉得我特别羡慕 Ariel，就是其实现在离梦想也只有一步之遥了，只用想着如何去把自己的本金再投资就可以了。但是我还是属于那种就是一边财富自由提早退休一边想着如何用副业去给我带来被动收入，然后让我更快的可以积攒到更多的本金，然后让他们可以变成更多的钱。对对对，我还是想要积攒更多的本金，这个方向我还是挺贪的。我觉得你也只是差一小点啦，然后我觉得你的3到5年计划，只要照你说的实行，然后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就已经完全可以财务自由了，也是一样的。有时候在想，要不就是我再休息一段时间，就还是回去上班，然后积攒本金的速度会更快一点，可能会不需要3到5年，但是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就假如说我的副业做不起来的话，像我这个 channel 假如真的是没有办法做的就比较好的话，那我就考虑去上班，或者是就做其他事情，反正走一步看一步，这就是我的性格。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我觉得特别适合我，因为你说的那个我就觉得我们两个特别 connect，就是这种随意的感觉，这个是我追求的。我觉得 ultimately 人生就是想要，就是如果可以随性而为，就是已经是很舒服的状态。对啊，挺满足的。我觉得到今天为止，能够拥有这么多都是我想不到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总是目光停留在我没有什么东西上，就从来都没有用心的去想过我拥有过什么。所以我给大家的最后的人生建议就是，你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拥有什么，然后你现在拥有的东西事物，你失去之后你会是一个什么状态，然后这样子你才会更加去享受当下，然后更加去了解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意义，你才会更加的快乐。对，这一点特别重要，这个也是我学的那个 meditation 和书上说的，就是要 feel grateful for what you have， 然后要 appreciate， 然后我自己也有 practice 这个 gratefulness， 然后我经常就是尤其是最近有时间了，我会经常 meditate 一下，然后我就会 appreciate 一下，我就会在我的后院躺在那里，然后躺在我的太阳伞底下，然后我就听着我那个他们说闭上你的眼睛，听风的声音，听鸟的声音，然后听我的狗狗呼吸的声音，然后我就会觉得特别满足，很幸福的感觉。那今天谢谢阿棉来参加我们的访问，然后告诉我们这么多信息，然后我自己就觉得特别 inspire from 你的那个，就是你这个人就很赶的感觉，然后很赶，然后又很有魄力，就想做就去做了，然后就做了就做成了。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大家很需要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就是在问我为什么可以怎么做，我就是跟大家说，迈出你的第一步，然后再迈你的1、2、3、4、5步，就一定要一直往前迈，不要说第一步难了，第一步就很难迈出去，然后再往后迈，大家都觉得有点难，就想要退缩。我觉得那个是就是绝对不行的，就一定要往前迈，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柳暗花开。对。今天也非常荣幸来到 Ariel 的频道，然后希望小伙伴们听我说完能够有一些启发吧。对，然后阿棉的频道呢有很多他自己的财务自由的更多 information， 还有他是一个 RN nurse，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关于护士的收入啊，还有工作情况啊，还有一切的事情都可以去阿棉的频道，我会放在链接栏。今天谢谢阿棉啦，那我们下期再聊。好，拜拜。拜拜。